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最近我敲敲打打写了1万多字关于中日关系的稿件，打算做一期视频。但之所以拖到今天才开始录制，是因为在我整个的写作过程之中，我几度敲打，又几度停止。可我停止的时候，心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平静，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外交争端，而是正在展开一场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时代风暴。中国是我血脉里的故土，我相信我是爱着中国的。如果我不爱中国，我不会离开中国这么多年，还持续关注着那片神州大地上的苦与乐。日本是一个我把后半生托付给他的国家，如果我不爱他，我不会反认他乡是故乡。正因为我的灵魂和肉体同时属于这2片土地，所以今日的这场政治风暴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双重的压抑。从个人情感上，我真的不希望日本介入台海问题，但是我也很清楚，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出发，日本有他不得不做的算计。所以我并不意外高市早苗女士会讲出那一番足以改变东亚格局的话，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宁可兵凶战危，也绝对不会让他的话飘散在风中。望着中日2国再次滑向对撞的轨迹，你若问我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我只能说出来4个字：悲天悯人。这次的中日冲突是自1945年以来中日关系第一次敲响战争的警钟。无论你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日本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旁观者，我有必要把这一次事件的严重性给大家彻底的梳理一遍。第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中日无论有任何的摩擦，无论是钓鱼岛也好，核废水也好，贸易争端也罢，这个都可以统称为外交摩擦。而此刻高市早苗首相把台湾问题定义为日本生死存亡危机，这个性质截然不同。第二点，这是中日2国自打建交以来第一次有一个现任的首相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彻底的在国会宣讲出来，并且高市声称日本拥有自卫权。第3个严重性，这是日本自战后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把台湾问题摆上桌面。它有别于过去日本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发言。过去的日本政治人物虽然也对台湾的问题非常的暧昧，但大抵的前提还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内政，仅仅是呼吁领海的和平。而这一次高市早苗把台湾问题与日本的生死存亡彻底画上等号。第4点，大家这几天也都看到了狂轰滥炸的新闻啊。中方这次对日本采取的是系统性的战略反制，和过去几十年所谓的外交吵架、民粹煽动性质截然不同。第5点，也是我个人认为最恐怖的，这次的冲突所牵扯的国家不仅仅是中日2国，甚至它动摇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目前韩国、朝鲜、俄罗斯、中国这4个包围着日本的邻国纷纷出征日本，讨伐日本。尤其是中国，在过去短短数日的时间里面，仅外交交涉与官方表态就多达16次之多。如果上述16次很多网友认为只是中方外交方面的恫吓，没有实质意义，那么中方在现实层面又做了哪些实际的反制措施呢？第一，中方在本月的17到19日在黄海海域内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在此期间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第二，中国海警局舰艇编队在日本实际控制的钓鱼岛上进行了全力维护巡航。第三，在联合国有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讨论中，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公开批评日本，称日本完全不具备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四，中方与俄罗斯在海上的联合演习在日本周边海域越发频繁。第五，中方宣布暂停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日方同时也宣布中方的管制同时还包括了日本的牛肉。好，听完这些冗长枯燥的新闻简报之后，
我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都有一个问题飘荡在心中，就是中国这次的反应为何如此过激？中国为什么要把事儿闹大？高市早苗在国会上的这番言论，到底是无心踩到了中国的红线，还是正好掉到了中国布置已久的政治陷阱之中？经常关注国际政治的人发现，这一次中国的操作虽然过激，但十分的稳定，它并不是忽然之间的爆发。当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完那番演说之后，中国没有立刻选择往常一样的军事演习，先让驻大阪的这个外使把这个问题给发酵出来，引发了一场舆论的风波，然后中国层层加码，层层递进。这种分步升级更像是经过内部评估，经过多方部门协作协商之后的一个反制礼包。它并不像某一个领导一生气拍桌子决定的情绪，所以很多理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高市早苗说的这一句话，仿佛打开了北京方面准备已久的工具箱。那么这个工具箱里面到底后续还有多少工具可以使用呢？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这个工具箱刚刚打开。那么中方这一系列的操作到底想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呢？第一点，北京正在给未来注定会发生的这场战争进行定性。北京方面反复强调，高市早苗在国会上发表的这番话，它并不是个人的失言，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战争威胁。北京方面要坐实了这个属性，来为自己未来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铺垫法律依据。第二个目的，杀鸡儆猴，而且要杀一只大的给全世界看看，向全世界证明台海问题任何外力的干预完全就是自寻死路。北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模范的案例出现，可以使得他的一系列工具大展拳脚。而这个时候，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话正中北京的下怀，因为我们都清楚，在两岸之间一直飘荡着一个非常暧昧的阴魂，它叫做安倍晋三。安倍晋三在卸任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这8个字在台湾的绿营里面有非常多的信徒把它当成一种精神灵符，其中最大咖的一个信徒他就是赖清德，甚至赖清德还为安倍晋三立了雕像，创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而这一切中共是早就看在眼里，只不过是找不到一个机会和借口进行舆论反制。那么这次机会来了，中共是不可能错过上纲上线的这次绝佳好机会的。北京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打造出一个极具震慑力的标本，把这个标本高高举起，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未来如果任何人敢介入台海问题，敢声称台湾有事就是你有事，我就一定让你真的有事。第三点，高市早苗的狠话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天大喜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内部现在也是危机四伏，经济下行，青年人失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而每次出现极大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转移到外部矛盾，这都是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反复强调国家利益最核心的台海问题，忽然间跳出来了一个百年宿敌日本，来跟自己扬言要发动战争。你平时安然无事的时候，共产党还要隔三差五的把日本提了出来，当成靶子射一射，来凝聚一下国人的爱国情怀呢。在此刻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上，高市早苗要因为中国的统一问题干涉出兵，你觉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听完以后会是什么感受？他们等了足足80年，终于等到日本再次开口，把两岸问题彻底的摆上了国际法理的门槛儿，团结内部，清算外敌，统一大业，这3件事情是共产党的立国之本。那中共折腾了这么久，日方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监护人觉得满意吗？当然不满，气氛怎么样？严肃。我相信这个视频最近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日方代表金井正章，毕恭毕敬，低头微垂；中方代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双手插兜，态度傲慢。大家不难猜到，他手里拿的是上面派下来的剧本。就当刚刚的这段外交视频引起了国际的轩然大波之后，日方也给出了正式的回复。我给大家简短的翻译一下这个回复里面的核心内容：不道歉，不撤回，不低头。日本这次史无前例的刚。之前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网民在网上疯狂的叫嚣，说日本这次被中方制裁了以后一定损失惨重，高市早苗会迫于社会的压力站出来撤回他的言论，甚至会选择道歉。但是我告诉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放10000个心，绝对不会的。首先你们要搞清楚，高市早苗是日本的一个极右翼政党的领袖，10任日本首相。如果高市早苗在国会上的发言就因为中方的打压就选择马上的撤回，请问日本这个国家的颜面何存呢？如果他一旦撤回，就等同于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是惧怕中国的。中国愤怒了，日本首相就立刻撤回自己在国会上的发言。虽然日本的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但是毕竟日本还是世界的4大经济体之一，日本仍是一个老牌的东亚经济帝国，它是不可能拿着国家尊严去进行妥协的。第二点，高市早苗如果一旦道歉或者是撤回他自己的言论，他的政治人设会瞬间崩塌。稍微对日本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政坛是一个门阀家族林立的政坛，它并不像平民开放。整个日本政治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面就被几大家族把持的牢牢的、死死的。平民子弟能够走上政治舞台，站在最高的位置上，这是非常罕见的，而高市早苗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并没有家族背景的高市早苗是靠什么人设在日本政坛立锥的呢？靠的就是极右翼保守铁血派。他的政治理念有2个核心的支撑点，一个叫强军，一个叫做反华。如果他一旦撤回或者道歉，他将被整个日本他的受众基本盘骂到再无抬头之日。他会不会有一天引咎辞职？也许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绝无可能低头道歉。第3点，自民党内部能够让高市撤回吗？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日本的政坛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无论是安倍晋三、岸田文雄，还是现在的高市，中国威胁论一直是他们信奉的政治信仰。而且中国威胁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它确有其事。大家宣扬了10几20年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论，如果就因为中共现在文攻武吓，他就马上撤回，那自民党内部会炸锅的。这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日本政坛的政治自杀。那么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好奇了，日本绝不可能撤回，而中方的底线又是你必须撤回，否则我就不可能善罢甘休。那么日本未来将如何去迎接中方一定会层层加码的反制呢？我认为日方有3条路可以走，或者说这3条路他们会选择并行。第一条路，冷处理，就是所有的关键政治人物不再发表新的挑衅和极端言论，让下面的一些系统基层官僚去处理这件事情，以拖待变，让时间冷却情绪，这也是日本外交的一个经典手法。第2条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独裁国家欺负的民主国家，把中国的强烈反制通过西方媒体描绘成制造区域的不安，然后再告诉全世界，中方一次又一次的网络文章发布，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威胁，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受害者，来营造日本一贯温和理性的这个形象，也用这个形象去反衬
中方一贯的报复和霸凌，这是典型西方民主国家惯用的处理政治危机的手法。这套手法固然经典，但是我现在感觉内心有一点悲凉，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主阵营就只有这一个手法了。经济不行，军事不行，论地缘政治吧，说实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一盘散沙还不如中国的凝聚力呢。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意识形态的云绑架了。第三条路我称之为亚太奇迹，这是高市早苗果然如撒切尔夫人一样，是新时代的铁娘子。她拼了，她梭哈了，她赌到底。她借着这个机会强调日本的安全政策，顺势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达到她最终的真正目的。她会借着这股登峰，在国内疯狂的煽动仇华言论，让所有的日本国民警觉，中国正在时刻紧逼着我们必须推动军事正常化，然后在政坛上让自民党有机会推动国家的安全改革。玩一招杀疯了，不踩车了，中国越反制我越强军，就把日本这个岛国所有的人都绑上这场历史的战车之中，赌一赌日本的国运，赌一赌美日安保条约是否能够真的闪现它的威力。这第三条路的奇迹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尽管它很渺茫，但是这个奇迹的缔造一定会伴随着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毫无悬念。当然，很多成熟的观察者也说了，中日双方都是经济大国，而且这么近，基本上不会主动挑起关于本土的大型战争。那么如果彼此之间没有走到兵凶战危，中日未来的关系会如何的进行下去呢？既要互相仇视，又不能互相断交。那这就要看一看中方的这一系列反制措施对于日本到底有什么实际性的损伤。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从外交、旅游、留学、出口、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于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围剿。那么日本痛不痛呢？第一，水产的禁运，不能说不痛，只是说局部疼痛。众所周知，因为福岛的问题，中国对于日本的水产品其实已经禁运了很久了。这一次呢，是刚刚打开不久，又给禁上了。那我们就看一看，在彻底禁运之前的2022年，日本对于中国水产品的出口到底是怎样一个占比？每年出口到中国的水产大概是871亿日元，占了日本所有水产出口总量的22%。这800多亿日元其实对于日本的经济总量占比并不算大，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局部疼痛呢？因为这对于北海道、青森、宫城等地区的渔业渔民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虽然它的经济总量不是很大，不能动摇日本的经济根基，但是中共恰恰是找准了精准的受害者，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不可谓压力不大。第二重打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游客不来了。在中共发布了对日本的反制讯息之后，仅仅的3天时间，就有50万中国人选择了退票。日本许多大城市的酒店一天就接到了1000个退单，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的膨胀和蔓延之中。虽然中国官方说的是非必要不要赴日旅行，但是你也知道，如果共产党敢说这句话，底下的基层部门，你的学校、你的单位、你的家长、你的街道会怎样跟你做思想渗透呢？那就不是非必要不去了，而是一定不可以去。而大多数人是社会性动物，恐怕都会乖乖选择退票。那么今年还没有过完，我们只能看一看去年的数据。2024年，中国大陆地区的游客来到日本旅游，就占了日本所有外来人口旅游的24%，也就是1/4。注意哦，这仅仅是中国大陆地区，还不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中国香港和澳门占比日本旅游人口的比例也是相当惊人的。而且香港方面好像最近也在煽动港人不要赴日旅游。
那么仅中国大陆地区每年来日本旅游的游客大概要消费多少钱呢？约1.6万亿日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台湾地区的青鸟朋友们对此表示不屑不忿。大陆人不去，我们台湾人去，我们台湾人支持日本。你台湾有几个人呢？您就台湾所有绿营的人，人人都一年去2趟，请问那跟大陆3天50万机票比起来，够得上杯水车薪吗？也有很多居住在日本的华人放出了这样的论调，非常的幼稚啊，无处不在的凸显自己的优越性。大陆游客素质这么低，最好不要来，他们都不来的话，日本的美景就归我们独赏了。你装什么清高啊？且不说在日本人眼中，不管你拿的什么签证，你都是中国人，永远不可改变。换一句话说，你知不知道在日本当地的华人有多大的比例是做着两国之间的生意的？如果中国所有的大陆人都不来日本旅行了，请问你们这些开移民公司的人，还有人找你们办理签证吗？你们这些做代购的人，还有人找你们买东西吗？你们这些开黑车、开黑旅行社的人，还有人找你们地陪服务吗？你们这些开中餐馆的人，还有人去吃吗？你们心里非常清楚，在日本当地的华人所经营的营生，完完全全都是给中国人开的，要赚的就是同胞的钱，日本人根本不会找你消费。中国大陆如果一旦阻隔了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受苦受难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日华人，你知不知道？大陆人能有什么损失？大不了不来日本玩了，仅此而已，还能少花点钱。而在日华人呢？你们就想想3年疫情期间，大陆人都不能来日本，你们过的什么日子？民宿倒闭了多少？有多少人在日本根本撑不下去了，1分钱挣不着，灰溜溜的回国了？那个日子你们忘了吗？揭不开锅的日子，樱花还粉嫩吗？枫叶还艳红吗？更何况每一个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日本这些年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如果旅游观光业直接腰斩，东京的百货怎么办？大阪的酒店怎么办？京都这个4季美丽却没有任何支柱产业，完全靠旅游为生的城市，它已经破产几回了，你们心里没数吗？盼着自己点好吧。你以为中日如果走到兵凶战危的那一天，咱们这些在日华人会有什么好下场吗？你以为日本政府、日本的极右翼分子还会分出来说，哦，你是爱国的，他是精日的吗？没有人有空去关心你内心的思想反应，在人家眼中，你们都是应该被驱逐的中国人。第3重打击就是文化禁止。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哈，所有即将要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所有要上线的日剧日漫全部都停止了，包括一些线下早就售票的见面活动也已经取消了，而且中方也已经取消了惯例式的所有的中日友好大会，包括广岛的这些还不完全是官方的，很多都是一种民间组织的。比如说中国的哪些城市和日本的哪些城市，他们彼此是什么友好城市、姐妹城市，连民间的基础交流全部都已经被叫停了。也许几部电影、几部动漫所能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是很大，但是恐怖的一点是什么？当没有了文化作为桥梁去沟通两国人民的时候，就只剩下彼此在对方的信息茧房里面不断的被仇恨升级了。我们都知道，中日两国呢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渊源。当中国需要兵凶战危的时候，它就会不停的放各种各样的抗日电影，进行极端的仇恨教育和宣传，让大家勿忘历史。但是当他和日本关系开始向好的时候，他又开始疯狂地引进日本的各种文娱作品，告诉所有人历史只是过去，我们要展望未来，携手合作，以一带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是具备双面性的，而双面性中间的那个拨片始终掌握在中共手里面。那么当中共现在让你看到的是日本的威胁论的时候，就会使得中国的抗日舆情甚嚣尘上。当蒸发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真真正正动武出征的时候。而这一天
不管什么时间，我相信都是两国热爱和平的人不乐见的。这两天有一个同样生活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非常焦虑地问过我，他说：“夏叔，你觉得中日这样的对峙要坚持多久啊？这个事儿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的过去？”我非常的悲观地告诉他，要很多很多年，要在中国彻底的解决了台湾问题之后，才能重新的坐回国际的谈判桌上来解决邻国的问题。而那一天是多久我不知道，3年、5年，还是数十年。总之，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日关系不可能得到任何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北京方面来说，反反复复地强调台湾是中国的核心中的核心，这个问题不容讨论，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主权问题。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儿以后又要开始说那些裹脚布一般的 PUA， 是这样子 stop， 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就是不管中共是否邪恶，以及他的邪恶是否具备法理性，但是他现在就要这么做，而且他坚信他有这个实力完成这件事情，谁能阻止他吗？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能成功的阻止他，那他就在朝着这条路上狂奔，我们必须接受他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基于这个事实，他现在就跟日本杠上了。因为日本是第一个站出来把台湾问题摆在桌面上的国家，而对于东京方面，他能够短期之内改口吗？绝无可能。我刚刚也说了，这事关于日本这个国家的颜面何存。如果在这个时候，高市早苗开始撤回自己的言论，未来他在日本还怎么去推行安保计划呢？所以在这一局的中日对峙之中，已经不再是哪个国家的话说得更重一些而已了，而是两国人民无可避免地被绑上了这趟战车，短期没有缓和的余地，就导致长期对峙几乎成了必然趋势。而能够解锁两国政治问题的，它来自于一个小岛，叫做台湾。而台湾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到底是独还是统？没有人知道时间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在台海战争爆发之前的每一天，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胆敢提到台湾，他就踩到了中共的神经线上。如果想突破这个重围，日本能够借助什么样的力量呢？它就只有一个盟友，就是美国。而很可惜，这个盟友又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盟友，因为当这次中日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记者去采访川普，川普居然给出了这样一番暧昧又耐人寻味的回答。 The weekend, the new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who I know you like a lot, Kaiichi, called the Taiwan situation extremely severe in its phase, and that they may consider any move on Taiwan by China to be a national survival crisis for Japan. Now, that gets better, a Chinese diplomat today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she,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should be beheaded for her comments. These are not our friends, sir, are they, in China? Well, a lot of our allies aren't our friends either. Our allies took advantage of us on trade more than China did. And China took big advantage. I mean, we built, because we built their military. We built their military. We built their. 川普的这番回答让很多人非常的错愕，不禁在内心质疑：日美关系真的如表面那样的牢固吗？即便是的，那美国愿意参战吗？显然，此次美国官方的态度非常的谨慎，这意味着美国或许对日本这一次的主动出击也是倍感尴尬的。虽然日本是美国在亚太世界的最重要的左膀右臂之一，但在美国的政治算盘里面，日本这把老牌军刀悬在那里，更大的作用是完成自己的钳制功能，并没有想过让它利刃出鞘。说完这些之后，其实我内心非常的沉重，甚至有一些悲凉。要知道，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末期是何等的辉煌啊！日本是一个曾经站在过世界之巅的文明之邦，它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曾经经济体量堪比整个美国，它工业崛起的速度堪称人类的奇迹。松下、索尼、
丰田、三菱等等一系列的知名厂牌，在那个时代预示着日本制造等于世界的未来。毫不夸张地说，曾经的日本被人类公认为资本主义最成功的样子。然而1990年之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这个国家仿佛被诅咒了，仿佛被时间困在了某一年，然后就在那一年里面打转，再也出不来。虽然说日本的家底儿着实的丰厚殷实，可以让日本这样子吃老本吃了35年，依旧位列世界 GDP 第4名。但是每一个生活在日本，每一个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日本的人，都非常的清楚，日本正在并不优雅的老去。这个曾经展翅翱翔在太平洋上的雄鹰，渐渐地变成了一只沉睡的老猫。就在这个时候，高市早苗小姐出现了。她到底要把日本带向何方？她能否让日本重新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棋手，还是会让日本沦为中美博弈之间的一颗棋子？最后，我再一次重申自己的立场，我希望世界和平。尽管我的愿景不切实际，但是我还是奢望中日两国能够通过彼此的政治智慧，尽快的回到和平的轨道上。发言人曾表示，李强总理在G20期间没有会见日本领导人的安排，但日方一再声称对同中方对话接触持开放态度。中日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G20期间进行接触？李强总理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请日方自重。